大家早晨啊！今日我哋6點鐘就起身出發去小豆島啊！呢條片我會分享我哋點樣去小豆島，同埋最重要係小豆島上面嘅公共交通。而家由酒店出發，搭咗幾個站，去到高松碼頭。啡色呢個建築物呢，就係買船飛嘅位置。小豆島係有好多個港口㗎。而遊客主要會用到池田港同埋土莊港。池田港距離我想去嘅景點比較近，所以呢，我係 check 咗去池田港嘅船先嘅。第一班船係6點50分開出，7點50分到達，時間太早啦。而第二班船係8點32分開出，去到呢已經9點半之後啦，又太晏，所以我再睇埋土莊港嘅船。土莊港嘅船呢係有分普通船同埋高速船。普通船呢就7點20分開出，8點20分到。高速船係7點40分開出，8點15分到。所以最後我哋決定係搭高速船嘅，單程票價係1400 yen。留意返高速船呢係只限載人嘅啫，如果要揸車上船就要搭返普通船啦。頭先我已經喺便利店買咗早餐，而家趁有時間買杯咖啡先。如果大家想拎上船，記得撳呢個掣先有蓋㗎。已經有唔少人排緊隊啦，我哋都跟住排隊先。原來大部分搭呢架船嘅人都唔係遊客，似乎係去小豆島返工嘅人，排得好整齊啊。嗰架就係普通船啦，呢架就係高速船，比我想象中細架喎。呢架船嘅座位數好少，我哋要分開坐，同埋佢椅背係冇台嘅。好彩我冇買9大簋上嚟食啫。買咗呢個宮崎名物，佢個餡呢係奶油同埋砂糖，真係一粒一粒未溶嘅砂糖，咬落去嗦嗦聲，個口感都幾得意。不過一個成400幾卡路里嘅，真係試一次就夠啦。船程35分鐘，我哋8點15分到達土莊港。喺碼頭一行出嚟呢，就係巴士站啦。左手邊呢個呢，係小豆島環島巴士集合嘅地方，後邊呢，就係普通船嘅碼頭。如果唔想研究巴士路線，可以參加環島觀光巴士嘅。呢個 tour 會去4個景點，票價係9800 yen， 包含景點嘅入場費。不過我就覺得遊覽時間比較短，所以就冇參加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資訊欄連結。如果想搭巴士遊小豆島，就要繼續睇埋落去啦。由於巴士嘅班次係好疏嘅，編排路線係有一定嘅難度。我真係 print 晒啲時間表出嚟，花咗成晚嘅時間研究啊！我第一個想去嘅景點係小豆島橄欖公園。因為想容易啲影到相，喺土莊港出發，搭田之浦影畫村路線，搭8點半嘅班次，5點58分就會到達。車票方面係可以用 IC 卡上落車拍卡，亦都可以買1日券。我建議喺換乘岸內嘅 app 入邊買，好方便。喺 ticket 嗰度揀返鄉村縣，就會見到小豆島 Olive Bus， 票價係1600 yen。瀨戶內海節期間係會貴啲嘅。同行嘅人呢，可以一齊買，最多可以買5張飛。嚟到橄欖公園口站落車，好彩都有幾組遊客一齊。對面呢，就係去影畫村嘅船啦。喺呢度搭船去影畫村只需要10分鐘㗎咋。不過佢係逢星期3、4休息，我哋今日就搭唔到啦。呢條斜路行上去就係橄欖公園啦。雖然個巴士站名叫做橄欖公園口，不過實際呢就有一段距離。今日天氣唔算好熱，同埋沿途有咁多盛開嘅櫻花，慢慢行都唔算辛苦嘅。終於行到上道之站啦。
目的係去紀念館拎咗魔法掃把先。太好啦，唔使排隊啊！趁冇咩人，快啲去風車嗰度影咗相先，之後再返嚟呢度參觀。喺道之站過返馬路去對面，沿住指示行就會去到希臘風車影相嘅位置。第一站嚟呢度影相真係正確嘅決定啊！呢個景真係好靚啊，天氣又好喎。我哋影完相冇耐，就有一團旅行團到咗啦，真係好彩啊！希臘風車隔籬係橄欖之路，呢度有一棵橄欖原木，相傳係日本最古老嘅民間橄欖原木。小豆島係日本橄欖嘅發祥地，喺1908年橄欖樹引入咗小豆島，所以小豆島好多嘅手信都係橄欖做嘅。我哋而家就行返去還咗個掃把先，同埋食橄欖雪糕。返到嚟紀念館，啲掃把已經俾人攞晒啦。入口旁邊呢，就係賣橄欖雪糕嘅 counter。原來小豆島除咗橄欖雪糕，仲有好多其他特色雪糕㗎。唔知有冇人真係可以試過晒呢？我哋就試咗呢個淋咗橄欖油嘅雪糕。呢個橄欖公園呢，仲有啲魔女宅急便嘅電影場景㗎，不過我哋就冇去參觀，而係去咗影櫻花。我哋準時返到嚟巴士站，呢度嘅站牌好清晰，會寫清楚有咩路線同埋到站時間。第二站我哋會去韓霞溪，呢個唔係一個容易去到嘅景點。韓霞溪嘅巴士線呢，並唔係全年運行㗎，我哋4月去嘅時候係運休。需要去草壁港搭免費嘅 shuttle bus。落車見到呢個站牌就放心晒，我哋會搭11點10分嘅班次，巴士準時到達。全架車得我哋2個乘客咋，真係辛苦晒司機啦！上山嘅路都唔容易揸㗎。呢條路線嘅巴士司機係銀髮續載就業嘅司機嚟㗎。10分鐘之後，我哋就準時到達鴻雲亭嘅纜車站。原來呢度係有行山徑㗎喎。喺鴻雲亭站搭纜車只需要5分鐘就上到山頂㗎啦。而家去買飛先。呢度都幾多樓梯下㗎，如果冇腳骨力嘅人就要衡量下啦。韓霞溪被譽為係日本3大絕美溪谷之一，係日本唯一一座可以同時睇到天空、大海、溪谷嘅海島纜車。呢個溪谷係由1300萬年前嘅火山活動所形成，經過歲月嘅洗禮，形成咗好多奇怪嘅岩石。上到嚟差唔多係午飯嘅時間，有好多人排緊隊。我哋去咗展望台影相先。呢度啲櫻花已經落晒咁滯啦。喺第一展望所呢，就可以影到瀨戶內海嘅景色。喺手信店隔離有一個以1億元打造嘅公廁，一定要入去參觀下先。入邊並唔係金碧輝煌，而係有完善嘅設備同埋綠化，喺1990年嚟講可以話係相當高級。跟住行咗一小段山路，參觀2022年瀨戶內國際藝術節嘅作品，多人到要排隊影相啊！另一個打卡位係呢一棵心形嘅樹，原來車站呢度係可以免費拎道具影相嘅，而家先睇到添。我哋食咗嘢先，呢個牛堡似乎係最推薦嘅喎，我哋決定嗌一個牛同埋一個豬。雪糕就陣間先再買啦。只限現金。呢個係豬，呢個牛。豬好似大個啲喎。貴啲㗎豬，呢個1000，
反而係牛係700幾。哦，呢餐啲你食咗啖先。啊，呢個披薩皮。比起豬肉漢堡，我哋覺得個牛堡呢就比較遜色，因為其實佢係牛肉可樂餅漢堡，牛嘅份量係好少嘅，冇乜味。再買咗呢個風味雪糕，冇乜特別，跟住就去拎道具影相啦。原定我哋係會搭12:50嘅 shuttle bus 返去草壁港嘅，但係我哋影相影耐咗，下一班車係2點半，所以可以慢慢行下手信店啦。呢度全部都係關於橄欖嘅手信。最尾我哋買咗2支橄欖油。我哋比原定計劃遲咗個幾鐘，所以應該參觀唔到軟金醬油紀念館嘅啦。不過為咗杯醬油雪糕，我哋都願意步行20分鐘過去。其實係福田線嗰個司機好好人，肯等埋我哋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就要喺草壁港行40分鐘先去得到。好彩趕到架巴士，只係需要行20分鐘。呢度就係紀念館，佢4點鐘就閂門噶啦。醬油雪糕呢，就係對面呢間手信店度買嘅。啲豉油全部都可以試味噶，我都買咗1支返去啊。而家搭巴士由東邊返去西邊，去第4站，亦都係今日最後一個景點——天使之路。天使之路係潮退嘅時候露出嘅一條沙路，要計啱時間先睇得到呢個景點噶。去之前呢，要上網睇返當日嘅潮見表。巴士有一半嘅乘客都喺呢個站度落車啊！大家都係去睇天使之路。呢條就係潮退時候先會出現嘅沙路啦。樹上面掛滿咗心形嘅貝殼許願牌，石上邊有好多乾咗嘅海草啊！我哋行返轉頭嘅時候，已經有部分嘅天使之路俾水浸住咗，要涉水而行啊！上去呢個展望台，可以更加清楚咁樣睇到天使之路。上面仲有一個中型嘅紀念碑，可以打下卡。最後我哋要返土莊港搭船返高松，可以直接喺天使之路步行30分鐘去土莊港，或者行路去土莊本町搭巴士。回程我哋係搭普通船，買好船飛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對面便利店買嘢食。要同小豆豆講拜拜啦，食到一半就要上船，有啲狼狽添。如果大家買咗嘢食，建議上到船先開始食。6:40開出呢架船係用呆呆獸做主題嘅，成架船都係呆呆獸嘅裝飾，仲有呆呆獸烏冬添啊！如果大家去唔切便利店，都唔使驚肚餓，船上面有好多嘢食啊！呢個就梗係要叫返碗嚟影相啦，仲買咗呢個橄欖牛薯片，我覺得幾好食喎，味道就唔算好濃，不過我中意佢係焗嘅薯片，唔係炸，冇咁油膩。食飽瞌咗一陣，就返到嚟高松啦。今日真係過咗好漫長嘅一日啊，但係仲未完啊！而家搭車去食我哋嘅晚餐。
揾咗呢間居酒屋形式嘅炭火燒肉店，似乎新開張冇耐，冇乜 comment，唔知會唔會中伏呢？呢個牛舌 set 似乎有啲普通，不過好平，1500 yen。一塊火鍋薄切沙朗牛肉1320 yen，好似有啲貴。不過呢個食法係第一次試，同埋塊牛真係好滑，好好味啊！燒完之後呢，就放落啲蛋漿度捲埋。其他食物呢，就不過不失啦。不過佢價錢係平嘅，同埋個老闆好落力咁樣解釋啲部位俾我哋聽，服務態度係超水準。返到去酒店都仲未得閒浸溫泉啊，因為要去食夜明拉麵。男朋友尋晚食完話好好食喎，咁今晚就嚟試下啦。不過就咁睇佢煮又好似冇乜特別咁喎。嗯。